喜大普奔呐，早上起来一看，土豆辞职了。这期视频其实已经录好了，但是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颤抖的手啊，我还是要在频道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激动的心情啊。从屁屁开始连续剧循环播报骂土豆算起，土豆下台就已经是倒计时状态了。土豆跟总理宝座的关系就像一坨依依不舍的翔，每次都好像要下来了，又没有真的下来。这次辞职说是辞职，其实也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给自由党尽量拖延时间，好让党内能有充分的时间安排新的继承人和潜在能力范围之内好好准备下一次竞选，争取苟到年底正常大选。国会休会到3月24日，这之前以及自由党重新选出继任总理之前，土豆还是要赖在总理座位上再黏一会儿啊！不提土豆了。作为2025年新年第一期视频，想要跟大家一起先聊聊过去的2024年，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这一年大部分人过得好像不太好，除了刚度假回来的土豆，他不干正事儿还领钱，是先度假后辞职感言，封山滑雪，路人问候连连。话说土豆辞职，莫不是 BC 的 fuck off 姐把他说抑郁了，所以才辞职的吧？ Please get the fuck out of BC. Have a wonderful day, man. Yeah, you suck. 哎，好了，真的不说土豆了。2024年初，我也像往常一样，对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做了预测。现在回头一看，有的说中了，有的没说中。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2024年楼市的表现，看看这些经验对2025年有什么借鉴意义，也看看 Norman 的脸有没有被打肿啊。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Norman。一年一度打脸 Norman 的时间到了，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Norman 在2024年初做的预测，看看中了几条。原创内容制作不易，辛苦大家点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第一条预测，利率降1%。这条猜对了利率变动的方向，低估了利率变动的程度。2024年初，我预测利率会下降1%左右。当时我的评论区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认为不可能降息1%，甚至说是不继续加息就是好的了的。我看到的其他博主，即使说会降息的人，也没有猜比我大的数字。大部分人猜测是0.5%到0.75%，我算是猜的降幅最大的人之一了。今天回头来看，央行在2024年后半年里将隔夜利率从5%调整到3.25%，累计降息了1.75%，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Prime Rate 也从7.2%降到了5.45%。24年中新批出来的贷款浮动利率，我见到过最低 Prime 减1%的，固定我见到过3年4.19%的。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利率下降不会立刻影响大家的月供付款额，贷款只要不续约，月供数额会是保持不变的。Scotiabank 的浮动利率贷款除外。利率下降影响的主要是两拨人，一波是已经买了房子快要续约贷款的人群，另一波人群是2024年新买房子的人群。如果利率下跌没有立刻影响付款额度，那么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什么呢？答案是市场的整体信心有所回升。我在市场中见到的比较直观的3个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前2项是我个人的观察，最后1项是具体市场数据。第一条是2024年年中开始，我的团队开始服务消失了一段时间的投资人了。我们在24年的下半年帮助众多客户买了累计数十套投资物业。另一方面是我一直坚信25年初卖房会好过24年，我的频道也是这样跟大家讲的。部分想卖房的房东本来拿不定主意，在看到加拿大央行开始暴力降息后，也更有信心推迟到25年初再开始售卖房屋了。最后一点就是24年9月开始的市场数据。24年9到12月，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是交易量还是平均价格都比23年同期有所好转。第二条预测，交易量回升，这一条猜对了方向，高估了程度。2023年大多伦多地区二手房的总成交量只有65982套，是10年来最低的一年。我的预测是2024年交易量会上升，这部分是对的，有67610套，小幅上涨，不过明显没有涨过22年的75045套，所以程度上才高了。楼花转让市场的巨量库存分流了 resale 二手房市场的交易量。不过可喜可贺的是，降息以来2024年9到12月的销量是比22年和23年的9到12月都要更为理想的。24年9到12月的交易量比23年同比增长了24%之多。无论是长期持币观望的自住房买家，还是投资客，都有24年下半年重新开始入市的趋势。
第3条和第4条预测，房价上涨 5%，House 跑赢 Condo。这里面前一条猜错了，后一条猜对了。24年初我预测房价上涨 5% 左右，实际是 Tribe 统计的平均售价从 112.6 万微跌到了 111.8 万，基本上原地踏步的程度。这一条猜测确实是打脸了。不过 House 确实跑赢了 Condo。我发现 Tribe 居然没有每年 House 和 Condo 分项的平均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统计，很是神奇啊。于是我花了10几分钟纯手搓了一下23到24年的数据给大家，花费了半个馒头的燃料。23年 Condo 交易量是19249套，平均价格 71.8 万。24年交易量是18761套，平均价格 70.3 万。交易量下降了 2.5%， 价格下降了 2.1%。相比之下，23年 Detached House 的交易量是29683套，平均价格 146.5 万。24年的交易量是30783套，平均价格 145.4 万。交易量上涨了 3.7%， 价格小幅下跌了 0.8%。从交易量和平均价格两项指标来看， House 在24年都跑赢了 Condo。 如果24年你买了 House， 尤其是一步到位自住房买了 House， 显然是个很不错的选择。25年极大概率 Condo 依然跑不赢 House。不过不要担心， Norman 手里的投资房基本都是 Condo， 都没有卖。26年之后开始， Condo 终究跑赢 House 的年份。30年河东，30年河西。Zoocasa 这家公司2024年做了一个调研，预计温哥华6年后，也就是2030年，多伦多7年后，也就是2031年， Condo 的平均价格会来到100万以上。按这个算法，未来7年多伦多每年 Condo 应该涨价 6% 左右。如果25年，我觉得很有可能达不到，这意味着26年之后 Condo 还会补涨不少。投资房地产还是需要成为时间的朋友。某种意义上，我也觉得 Zoocasa 这个报告有点吹牛逼。不过 Zoocasa 这么大的公司用的也是 Korea 加拿大地产局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我们权且把它当做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也是 OK 的。第5条预测，房屋可负担性进一步变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猜对了结果，没猜对逻辑。2024年，我觉得生活在加拿大的人不只是对房子，对其他商品的可负担性也降低了，加币的购买力也是有明显下降的。有人去最便宜的超市之一沃尔玛买了2袋葡萄加2瓶身体乳，花了100多加币啊！过去的1年里，加拿大人民的贷款违约率、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都涨了。很多高薪的岗位发不出像样的 bonus， 跟失业率相辅相成的是物价也涨了。我不经常去逛超市，前2天去 Metro 买了一袋 Schneider 的火腿，375克，居然要10块7毛5，吓得我退了3里地。当然了，只有土豆依然很 cheap。 第6条预测，租金上涨但速度放缓。这一条猜对了。我这么说很多人肯定会喷我，别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找到的数据。我平时带大家看到最多的数据来源关于租赁的是什么呢？ Rentals.ca 的 report。 比如最新的12月数据，多伦多租金一市暴跌了 8.5%， 两市跌了 10.4%。 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呢？是统计市场上能看到的，也就是 Realtor.ca 上的挂价 asking price。 这个统计方法是不统计没搬家的人的租金变化的，也没统计 purpose rental apartment 这样不上 Realtor.ca 的相对来说平价和初级的出租产品的租金的。这样这个调查样本实际上就仅限于2024年重新招租过的房子。相比之下，更准确的数据是 CMHC 的数据。 CMHC 统计了所有房子的平均租金，方法是 survey 抽样调查。 Rentals.ca 和 CMHC 的数据在很多年的统计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只有24年是少数例外之一。根据 CMHC 的租金统计，从 Bachelor 到3室以上的租金均价都是有涨幅的，涨幅在 1% 到2% 之间，跟我对24年的租金预测是一致的。多伦多内所有的房子，包括看起来比较破的 apartments 专门出租屋，平均租金涨到了1852块钱。这个租金的上涨速度跟21到23年比确实下降了不少。为什么 Rentals.ca 和 CMHC 会给出不一样的结果呢？这边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假设23年市场上一共有5套出租房，租金分别是5块、5块、5块、10块和10块，其中2个10块的租金是新招租出来的，其余的5块租金是已有的租赁。Rentals.ca 的统计数据是平均租金10块钱，只计算新招租的房子的平均租金。 CMHC 统计的平均租金是7块钱，会把所有的房子的租金加在一起除以5。24年如果有一个5块钱的招租变成了8块钱，还有一个10块钱的也招租变成了8块钱，
租金就变成了5块、5块、8块、8块、10块。这样 Rentals.ca 还是统计新招租的房子的平均租金，就变成了租金是8块钱，下跌了。而 CMC 统计的租金是7块2，上升了。这个数据上的差异是统计口径造成的区别。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 Rentals.ca 的报告，新成交的租赁看起来只有多伦多 Downtown 跌的挺多的，毕竟交接了很多新的楼花，像密西沙加、Brampton、North York、Etobicoke 这些区域表现并没有太差。三哥哥比较多的 Brampton 租金还暴力上涨了一波。Downtown 的 condo 在租赁的房屋里面是相对高级和豪华的，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和我说到的经济适用房为王以及地产市场去豪华属性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个现象会在未来的比较多的年份里持续影响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买卖和租赁市场。2024年初，我还给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3条主要的操作建议。这边呢，也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3条具体的操作建议，他们是好的操作吗？第一条，贷款建议大家主要以浮动利率为主。如果大家在2024年年初选择固定利率，会续约或者新买房子贷到 5.5% 到 6% 的利率。如果大家在这个利率上定住了，就会未来亏几年。如果年初拿了浮动利率，到年中开始降利息，实际的利率在未来几年就只有不到 5% 了，小赚。第二条建议，自住房不要等了，推荐买 house 一步到位。第三条建议，投资依然主要推荐买 condo。后2条都有自己对应的原因，在这边我就不重复了。如果你真的做了，我相信2024年也是有一定收获的一年。不过我个人感觉2024年最成功的预测是年末大选视频里的预测，土豆必须得走了，和他爹一样，血液思考1晚上，然后主动辞职是最体面的离场方式。总结一下2024年做的预测，事实证明男人什么地方最硬？嘴最硬啊，不是说我，说的是土豆，毕竟 he's a fighter, I'm just a realtor。总的来说，2024年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是风雨中迎来转机的一年，利率下调，交易量回升，但是未来依旧挑战重重。那么接下来的2025年，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会怎样发展呢？是继续回暖，还是继续萎靡呢？我会推荐大家做点什么操作？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无论如何，2025年一定是更美好的年份，因为出豆这坨翔终于下来了。要相信明天会更好。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